今天很高兴，老瑞啊，你能够接受我们 HiLegal 的一个专访。之前你这边也分享了一些资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你的个人的成长经历。你能讲一下你是怎样从一个学霸成长到现在的一名英国的律师吗？好，这个学霸不敢当，是这样，我是本身呢在中国，就是也是211重点大学毕业，然后读的本身也是法学专业，然后嗯。读完法学专业之后呢，我是想最开始的想法其实想到海外去留学深造，并没有真的想成为过英国的律师，因为成为英国律师非常难的，就最初的想法，所以呢，我就是简单的想我需要读一个更进一步的法学专业，需要了解一些这个海外的，就是这个英美法系的一些法律本身。然后，所以我本身想着是未来的这个时间，不管去香港也好，还是回国也好，去做一些涉外的法律服务。然后我就基于此，这个毕了业之后到英国，然后读了 UCL 的这个法学硕士。然后读嗯。完法学硕士之后呢，我又觉得好像这个法学硕士也没有给我特别多的这个 inside 这个法律方面的英美法系的这些东西，我就还是想再进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些可能更深度的一些学习。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着呢，如果说就是再进一步，那可能是要退回到法律本科去学习，尤其是在英国那个时候，我也当然产生了一些想要挑战拿到英国律师资格的一个想法，因为很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当时就是现在可能英国这边的中国华人还是比较多了，但是在我十几年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尤其是法学院没有几个中国人的，可能我们全年级也许就大概10来个左右的中国人到头了吧，最多了就是可能嗯。7、8个到10个人左右的这么一个数量。那我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会讨论这个很难，所以我就想挑战一下自己，然后这个就读了法学本科，又在学校读了一遍法学本科。读完之后，刚刚好在那个时间也蛮幸运的找到了一份这个法律助理的工作，在一个英国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然后这样子才开始就是读完了书，然后半工半读的这种读完了这个本科，然后又读了 LPC，然后又读了2年的这个就在这个律师事务所接受了2年的培训合同，然后这样子才拿到了英国律师资格。然后等于是拿到律师资格之后呢，我基本上2015年来到我现在这个律师事务所 Sharos，一直到现在就是10年，在我现在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到当然今天的话也是过去前2年、2、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律所还是认为我还算是比较优秀或者比较努力的员工吧，或者主嗯。要可能还是比较努力，所以就 promote 我成为了又优秀这个英又努力。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了。对，就他那嗯。对这样。是的，你刚才也讲，就是首先读这个法学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然后在律所其实留下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现在你的一个 title 叫 solicitor 是吧？然对，后介绍一下这个英国的 solicitor 和这个普通的 lawyer 他们之间是怎样去区分的？有什么样的对。一个权责上的一个不一样呢？对，英国呢是很有意思。其实，如果大家对香港有一些了解，那英国跟香港是随着英国来的，所以英国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像咱们中国也好，大陆包括美国，它其实叫 attorney。attorney 的话，它其实只是一个广义范围的一个 lawyer。这个 lawyer 的，你只要有这个嗯。资格证，你是可以既去做诉讼业务，也可以去做非诉讼的这些法律业务。英国是分成 solicitor 跟 barrister 2种类型的律师。那换成中文，咱们讲就事务律师或者叫这个出庭律师进行一个区分。其实它本身 solicitor 这个单词不能叫事务律师，但是呢，它你就中文咱们翻译过来会有这样一个区分，就主要是区分于这个出庭律师、出庭律师 barrister 他嗯。们的在我们读完本科其实都是教育是一样的，在 LPC 的阶段，也就是说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之后的那一年，我们叫 legal professional course。然后这个 legal professional course 的这个 LPC 的这个阶段是 solicitor 去读的，那么barrister 也是有1年的培训的这种类似这种律考的这1年的时间，你要去读书，要考试，要通过考试，通过审核，你才能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去拿到所谓的这个 training contract，就是在律所嗯。培训。那么barrister 他们是在这一年去读了 BBTC，这就是跟我们就开始从那个时候起，就是分开了，就这一年的律考加上后面的培训。那么我们其实主要职责跟他们不同的是呢，barrister 负责的，因为英美法系是 case law 这个
判例法，所以它的这个barrister 主要的还是以判例法去更多的了解所有相关的案例，然后在法庭上使用判例的案例去进行辩论，然后在法庭上去做这个出庭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法庭，他们基本上不写任何的paperwork，像诉讼案件的准备证据材料，其实全部都是 solicitor，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虽然叫事务律师，但是其实这个中文翻译并不是很准确，就是事务律师也可以出庭，也可以上庭，也做诉讼，就是我们只是分成非诉和诉讼。那非诉的话是 barrister 一定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说上市的并购、公司法、劳动法等等这些很多的，尤其是写笔头上的这个合同类型、交易类型的，就 barrister 是不会去做的，他们只在法院，只涉及到仲裁或者这个诉讼案件。那么 solicitor 的话呢，我们其实是面比较广，什么都会涉及到。然后你当然也会选一个你自己相对更擅长的一个领域。那 barrister 的这个相对更擅长的领域，它可能是更 narrow 一些。所以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呢，他们就是几乎就是只在法院里面去跑。那他们对法庭的法官也会比较了解。就这是一个，就等于你在诉讼案件中就会发现，你的 solicitor 是直接对客户对你，然后你的 barrister 呢是在为你和你的 solicitor 去服务的这么一个关系。理解。那其实，在国内的话，其实大量的也是非诉的事务嘛。然后，中国企业其实去到海外，其实面临的也不是总是去打官司，而是说大量的其实也是一个非诉的一个事务。然后我看到 Sharas 啊，其实挺巧的，上个周五的时候我参加了深圳一场活动，然后好像是一个所的合伙人叫 Peters and Peters，我问那个合伙人认不认识 L'Oreal Sharas 的那个中国事务的负责人，他还真认识。这个世界我觉得还是挺小的，或者是你就是在英国就已经比较出名了。然后就借这个机会，L'Oreal 你也介绍一下 Sharas 这个所，然后在这个所里边你服务的这个中国客户哪一个你可以不提名的，我估计也不一定都方便提，但是就哪一个客户你是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我中资企业确实是我们服务的很多。那我们律师事务所本身呢，是一个166年这个就是很有历史的这样一个律师事务所。那我们其实，最开始成立一直到现在，就是传承了很多很多届的这个合伙人。那么我们本身也是钱伯斯律师事务所排行榜的 Tier 嗯 One 的这个 ranking。律所，那么也是 Legal 500一直的 ranking 律所，所以我们所本身综合性律所，然后所有的法律业务其实都是涵盖的，除了一些特别 niche 的 area 以外，那么就是本身我们所的这个不管是规模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这个质量就不用说了，因为你有这个律所的这个钱伯森排行榜，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了，就是这个律所你在排行榜上跟不在排行榜上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就是我们就这也是我之所以十几年前就是选律所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拿了7、8个 offer，然后我选了我们这个律所的原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希望能够作为中国人去服务我们中国企业，然后帮助中国企业出海，那也是十年前的，也是一个想法，所以我当时也选了就是商业法的这个领域的这个更深刻的 corporate commercial 这条路，那么。这10年以来，我觉得我自己选的是对的。就是像我们律所本身的这个规模，它其实，在中资企业里面的这个，一个是中资企业还是比大家你可能也知道，就是 fee 比较 sensitive 的，就是我如果去选一个 magic circle，一方面呢，嗯。它的费用是非常高的，另外一方面而且它高到我自己作为律师都个人认为是不划算的，这个高就是纯粹是有一点我们开玩笑叫 milking the client。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你在里面只能做一个小棋子，你是没有很多的这个自由范围空间的。所以我选了我们这个所是 upper medium 一个 national 的一个国家律所，那我们可以做所有英国本土的所有的业务。那么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对于中国我们客户来讲的话，是可以服务到一个 one stop shop 这么一个职责，而且我们所的本身的所有合伙人也好，同事也好，关系又非常融洽，因为也没有说大到这种就是什么几千人的这么一个我们几百人的规模，所以其实大家这个整体的这个一致性还是很容易达到的，是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再简单介绍一下，我觉得印象最深，其实有非常多的印象很深刻的这个客户，这也是为什么我分享你 PPT 的时候，把我
这么多年10多年总结的一个中资企业出海最容易走的、最容易踩的这些坑，做成了一个这个演讲稿，就是之前去年开始在国内有帮助一些企业家们在你来之前先帮你避避坑，就是你至少先想到这些事情，至少在这些事情上面想到你需要找专业人士，而不是出现问题了之后再找我们。那有的时候其实律师也不是神仙，解决不了了。那在这个上面，我就分享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 commercial litigation 的这么一个诉讼类的案件，就商业诉讼。那当然肯定是不能透露客户信息的，这个所以肯定也不能说客户是谁，只能讲这么一个故事给大家听。那么这个呢是什么背景呢？就是基于了信息不对称。那我们的国内的这个企业想要去出海，想要去到海外去拓展业务，那么他有这个想法了之后，自己公司的内部的人员、工作人员、高管就说：“哎，那我这个愿意来这个去拓展业务，因为刚好这个高管又是英国的，那么他是英国的国籍，然后呢，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就开始说，我来帮你做英国的分支机构，这个分支机构的子公司，然后呢，也就这样子的，老板也就同意了，觉得就好像交给他也很放心，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该投资的投资，然后该去扩展业务去扩展业务，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基于信任，所以就把这个公司全权的海外这家企业全权交给这个所谓的高管了，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将近10年的时间，这个高管在尽一切的方法用这家英国的子公司进行了职务侵占，然后而且贪污了侵占了公司大概小1个亿的这么一个人民币规模的这样一个资产。然后这个官司也打了非常多的年，就是很多年，而且包括这个官司不光是在国内，在英国，在其他国家都会有涉及到类似的这些，所以整个的这个案子其实我没有办法分享细节，就是这个还是还在ongoing的过程中，但是呢，这个事情本身呢，它其实给我们企业一个警醒，就是你这个职务侵占的这些行为，你不能够完完全全的非常相信某一个人，这个人他说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交给我。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客户找我的时候，他对英国一无所知，对英国的这个企业的任何运营情况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更不要说这个银行账户了，他来找我最开始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英国这个企业的这个文件到哪里去调取，就是连这个最基本的都没有任何概念。就是10年之后仍然不知道这些最基本的事情，是吗？几乎吧，对，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好的，好的。刚才你提到2个点，一个是这个诉讼的一个成本的问题啊，一个就是这个 Magic Circle 它的一个费用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过去会踩很多的坑。讲一下，其实前几天我也是有一个涉外的律师啊问我，就是说美国那边有没有一个地方，就德州吧，有没有认识的律师，然后多少钱？当时我也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律师过去，但是呢，就是当那边律师一报价，然后他就觉得特别贵。但是其实很多中国企业也会有同样的，这一位涉外律师，他其实还是做过涉外的啊，所以他其实是有一定的sense 的。从你作为英国这边的律师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怎样去跟客户沟通这个费率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怎样让中国的企业理解这个费用是怎样去定价的？你有什么建议？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方面，对于中国企业去到英国去打消他们对于这个费率的一个担忧。我觉得首先可能第一点建议就是，我这也是跟中国企业踩坑的直接原因之一吧。就中国企业来到海外，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有一点这个抱着怎么讲最便宜的心理，但是这个最便宜的心理就是最贵不一定是最好，这个肯定是也是一个真理。但是最便宜通常来说，便宜没好货嘛，咱们这个老话讲的就是这个。其实在，法律行业，其实法律行业虽然说可能英国的法律行业整体还稍微好一点，但是其实也还是很参差不齐的。所以很多中资企业它在选择上面的时候，它最开始选择的就是我可能我有这么一个诉求，然后我发给了很多个律师事务所，然后呢每个律师事务所给一个报价，那他可能挑了这个最便宜的报价。所以其实我就是事后处理了有一些这种比较
棘手的一些问题，有些真的是甚至处理不了。你如果合同已嗯经签了，你这就是被签的霸王条款，这也是咱中资企业干的事情。那嗯你当时的律师没有给你去很好的去谈判，去很好的，他可能甚至于那个律师都不知道英国的这边游戏规则是什么，所以他就让客户签了霸王条款。那么你签了就签了，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你可以去找你的律师，你不可能会说我这个签了的这个合同我不认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会有很多的，就那个时候客户才意识到，原来我当初选了一个最便宜的价格，但它这个最便宜的价格基本上在英国律师界里面是意味着你不会有很好的质量的，一般来讲。嗯，所以定价这件事情呢，就是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跟这个预算吧。但是英国本身的律师正规律师事务所其实都是按照小时费率来去收费的。那么我们比方说，不管你是300多小时，一般来讲可能300到400多，就是这个中等规模的律所的话，可能300多到400左右是 senior associate 的，然后这个 partner level 可能400到500左右的这么一个就是范围，那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范围。那我们所也是英镑，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可能首先呢，你先问这个就是这个 fee rate 是多少？那你的这个 嗯 fee rate 其实基本上大概决定了你整个这个费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面。那么同一时间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 fee rate 来去反过来再看我们可能会需要花多长时间，我们也是可以给中资企业固定报价的，也就这件事情一共做完需要多长时间，因为这也是是飞速。有固定报价的。对，因为嗯飞速业务的话，我们是能够基本上很相对准确的判断，可能要花我多长时间去做这个工作。其实计算方法也是我们的小时费率乘以，我认为这件事情10个小时，那就是小时费率乘以10。那这是个然后给客户一个固定报价，其实还是可以做到固定报价或者一嗯个 cap。就是我最多收你多少钱，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双方都有一个保护，这样子的话对客户也比较好。但是一般来讲，诉讼业务是没有办法去有一部分的业务是没有办法去这个给固定报价的，因为我不知预道未来会测自己发生什么。开预测。我们再分享一个和客户，因为很多的中国企业过去英国其实是要在当地雇员工的嘛，但是又对。是当地的员工其实又是很贵的，包括当地的劳动保护啊等等，又是比较严苛的。就是在这些过程里边，分享一个就是你经历的在当地的劳动争议吧，然后劳动争议其实在哪个地方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对，是的，劳动嗯争议呢，我就提到劳动争议，上周四才刚刚参加了我们所的这个合伙人大会，然后我们所合伙人大会，我们的那个劳动争议 employment law 的一个专门做劳动争议的一个律师，他呢是蝉联很多年的这个 top three 这个 national employment lawyer 的这么一个就是前3的一个劳动法的一个优秀律师，蝉联了很多年了。其实每年都会给他发个奖杯。那他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是配合，帮助我们的中国企业也去进行过一些谈判，然后就进行过一些跟这个劳动这个雇员的一些解决他们的纠纷。那其实我想想看，可能最多的一些中资企业遇到的问题，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只有中资企业的一个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英国呢，它是相对来说所有的法律可能更保护弱者，那么在尤其是劳动法方面，它会相对更会保护这个 employee 的权利。那么 employee 的权利的话，一般中资企业对就是这个合同的签订，还是我们可能以中国它毕竟是大陆法系，所有的东西都写在文案上，都写在你的法嗯条里面，所以其实我们会有惯性思维。所以来的时候呢，中资企业的客户经常会问我这客户是给你描述一下什么样子，这个我们想要把它炒掉，或者我们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争议了，然后他会想要知道很明确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我们要赔多少钱，我们要怎么样。那可能我们中国的法案，当然我真的是已经不太记得了，是学过的，但是这个中国法我不太印象不深刻了。那可能我们中国的劳动法会规定的很清楚，你要赔多少钱。那么英国的话呢，它其实遇到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像比如说举个例子，unfair dismissal。那 unfair dismissal 的话，是你雇佣这个人目前阶段2年
以内，它是没有这个自动的 ordinary 这个 unfair dismissal 的权利，那么它是不能基于这个来去起诉的。就这个我们中文讲叫这个不正当解雇或者不公平对待。那如果说2年以后的话，它就自动的有了这样一个这个权利，可以去基于这个理由去起诉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中资企业其实一方面对这个法律不了解，不知道；另外一方面的话，就这种类型的，它以这个缘由去起诉的话，其实它没有一个非常 strong 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数字，我可以给到你，你就赔这么多钱。但实际上它是不可能，你的律师是没有办法告诉你就赔这么多钱的，因为它有可能少，有可能多，取决于很多因素。就这个，然后包括也取决于 case law 之前是怎么样判的，相对的，所以我们只能在比较靠后的 stage 才能预估一个大致的一个范围，你可能法官会大概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赔偿。所以最开始中资企业都很着急的想知道，你就给我一个数，这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很忽悠的律师，他反正瞎给你说一个，然后之后再说嘛，先结了案子再讲，这是有可能。那么这个是就是容易碰到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很容易碰到的问题就是，这是普遍现象了，就不光是对咱中资企业的员工，就是整个英国员工都会有，因为就是你可能也都听过，就是歧视这个词儿，就 discrimination 这个词的话，在英国特别敏感，就可能在美国呀这些国家，西方国家都很敏感，就是你不能对我进行。不管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然后是 religion 的歧视，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这个，或者我可能比如说身体某些方面不太好，或者我精神不太好，然后你对我这方面有歧视都可以。然后呢，这些员工就会利用你歧视，可能我们没有歧视，我们可能就说的话里面包含了一些有指向性的一些词语，他就会拿这个作为理由，然后来去起诉你，因为这个可能他认为我好像其他的理由也没有办法去起诉你，那我这个理由就是被不公正的待遇了嘛，然后你对我有歧视了嘛，然后把这些所有等等等等的原因，无头绪的这个哪怕不存在的无中生有的原因，全部都安到你头上来，然后呢，我尽一切可能性看看你能赔我多少钱。所以这个是一个中资企业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而且尤其是我们中资企业可能比英国人更相对来说更容易犯这个错误，也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可能也没有这么多没有特特别别敏感。在意这个歧视这么敏感的这个词儿，对。但是在英国来讲的话呢，它非常敏感，所以我们中资企业领导过来可能也没有怎么想，就可能就说了你一句。然后呢，这个英国人就觉得不行了，我被歧视了。然后因为你对。们是中国人，我是英国人，我被种族歧视了，很多是这样子的情况。对，就这个需是。要注意一下。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正好你也在，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2年的 unfair dismissal right，2027年明年1月份开始缩短成6个月，所以就大家嗯。不要被我刚刚说了，这个2年目前是2年，但是明年开始就不是2年了，它的时间就更短。是，也是有不断的有新的一些规定和法律出来。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律师也是站在业务的第一线啊，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企业近几年的一个出海啊，在这个行业上边，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出海的一些方式上面有一些哪些变化吗？就从你的观察嗯。来。我觉得从整体上，过去这10多年以来的话呢，中资企业其嗯。实从最开始十几年前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就是大的国企业上市公司，不管是企业也好，任何行业领域。那么近两年，其实大家都在讲出海。然后大家的这个想法都是，我至少产品可以卖出去吧，那我可以在海外设一些分支机构，可以去进行一些拓展业务。所以其实现在就发展到我们可能就是大的企业基本上出来的都已经出来了，然后不管它业务做得好与不好，那它的这个全球战略布局可能也不一定是在某一个国家纯粹为了赚钱，那它可能是为了更多的一些外交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想法。那么现在目前就是非常多的中小企业然后这个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他们也希望能够在海外占一些市场份额，所以这些中小企业，尤其是以前可能就北上广深这几个地方的企业出来的比较多，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全球发展成全国，各地的企业，中小企业也好，或者说中等之上的这个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规模的这些民营企业，也都非常乐意去出海尝试进行一些这样子的，不管是我这个
合作也好，还是说我可能进行收并购，然后去拓展业务，还是说我可能就是绿地投资，这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整体上嗯来讲，我其实觉得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环境。嗯，好的，Laura，今天十分感谢啊！我觉得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其实你有好多的经验，然后每一个点深挖下去，你都可以讲一串故事出来。之后有这个机都可以讲1个会的话，小时。请你多分享分享，然后也帮我们的中国企业出海能够多避险，然后少踩坑儿，嗯。然后多赚钱。今天我们的采访就到这儿。